对他来讲，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自己父亲过世。这不只是悲伤和难过而已，而是7岁刚好入学了，他因为身体瘦弱，没办法跟哥哥们一起下田工作，然后父亲又认为他有读书的潜能，所以读书是他的一个盼望。父亲突然间的过世，他这个盼望也要破灭了。所以大哥适时的鼓励和安慰，成为他一个很大的支柱。弟弟，你免烦恼啦，你若是真正想要读，阿兄阮拢会支持你。还记得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母亲跟哥哥们的对话。但是爸爸告诉我的是，他在旁边，他从头到尾听得非常清楚，并且把它铭记在心。所以爸爸告诉我，从小他就跟自己说，他一定不让妈妈说中，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他成功，他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他的3个哥哥。那他也真做到了。妈，我已经讲好，咱3个兄弟仔专心好好来做事，好好支持弟弟读书。你要甲因斗相共吼，我是真欢喜。啊，毋过我会先甲恁讲好清楚，以后伊若是成功，甲会享受的是伊的某仔囝。伊若是会记甲恁报答，迄是恁的好运。啊，若是无，迄嘛是应该的。恁着爱想好清楚，爱欢喜甘愿，知无？我们很难想象，光是上学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从永靖这个农村到一个小市镇园林，再搭火车到台中，这花很多时间。你必须很早起床，迟到了火车不会等你。每天在这种很紧张、很耗精神体力的情况之下，完成上学这件事情。天刚亮他就出门了，可能在农田旁边就看到自己的哥哥们正在下田。大家把希望放在他身上。大嫂每天一大早就帮他准备便当，二嫂帮他缝补衣服裤子。我想他感受到这份爱，他自己也能够克服这样的一个辛苦。从农村到城市，他也看到自己的希望，家人也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
来便当记得来摕啊。好，感谢大嫂。你休困一下吧。啊，你上课嘞？阿弟啊，加油啊，阿弟啊，加油哦！加油哦！加油啊！加油！第一题，这里接什么 ？So that 连接词这个 that 说过这么多次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忘？再来，第二题，这个怎么拼的？后面是什么 ？IARI。詹议长又迟到，说每一次都是你。过来拿考卷。迟到是坏学生的专利吗？但在他身上不是这么回事。他并不是不想上学，也不是故意要迟到。最后他会用成绩来证明他是个好学生。回你位置上。拍摄啦，先借我用个吧。他中学的时候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叫罗光华，两个人感情好到学期开始的时候，罗光华会把课本先借给他。那罗光华想要追女朋友，他就帮罗光华写情书，然后罗光华会请他吃牛肉面。两个人的感情一直维持到中学毕业、大学，甚至一辈子。上次托你写的情书写好没？紧的啦，我是对哦。下课你就知啦。教官，哇，这场放出去啊呀！到底呢？你要跟我来去台北无？咱做伙来去读经济。经济？来啦！你银行工课做袂歹呢，够员工衣料的衫通好穿呢。哦，你讲的衫遐个袂歹呢。系啊。啊，真正读经济，以后去银行做工课。
要食面膜衫，袂歹哦。袂歹呢。我食袂落啊，你会？弄怎样弄呢？会啦，你考100分呢，你会啦。我叫了。嗯。来啊，我兄弟才一人一半，当真了袂错。我问你啊，迄亲书是要写有啥？莫管，莫管。隔壁班迄个啦，隔壁班迄个，嘿啊，叫啥名？讲啊，讲一个啊。你先帮伊讲。妈，成绩好的时候，不是学校科系选你，是你选学校选科系。他成绩好到可以进台大医学院，可是医学院要念7年。那时候刚好碰到87水灾，那农田损害很大，家里面的哥哥们务农的负担很重，他不想给哥哥们太大的负担，所以他放弃去申请医学院。他想到曾经去读土木工程，因为那个时候盖房子赚钱很快。可是有一位亲戚跟他讲，做工程师你必须大太阳底下到工地里面跑来跑去的，当你发不出工钱的时候，工人可是要找你打架的。那因为他身体比较瘦弱，他也不想选土木工程系。后来在他抉择彷徨的时候，他中学的死党罗光华同学给他建议，因为罗同学家里面是跟金融业有关的，他的父亲是彰化银行的董事长，所以就劝他说：“你不如以后去银行上班，在办公室吹电风扇，然后每年又可以有红利，领到做西装的材料，而且特别是英国的呢料。”他听一听，这符合他自己，所以他后来选择了经济系当他的科系。顺利申请到台大经济系之后呢，他并没有停下脚步来，他继续加强自己的英语能力。他曾经去 YMCA 去松江路一家美国人的教会去学习英文。有一天他走在路上，应该是松江路上吧，他听到教堂里面传来一阵阵圣乐的声音，他非常的感动。他想，如果有一天他要有个宗教信仰的话，他会选择基督教做他的信仰。那到大学时代，因为他想减轻家里面的负担，特别是87水灾造成农作物的损害，家里面负担他的学费蛮吃力的，所以他自告奋勇到米店去打工去扛米。因为本来身体就很瘦弱，就曾经有得过肺结核，因为这样营养不良再加上劳累，肺结核就加剧了。
肺结核让他倒下来，他不仅是身体倒下来，他的性心也受到影响，因为他的父亲、他的姐姐都是因为肺结核过世的。在他那个年代得了肺结核，等于是得了绝症。那肺结核那时候的治疗是属于实验性的治疗，他的亲戚跟他讲说，你去接受这个治疗，不见得会成功。他常常回忆这件事情，他讲的时候还是充满了恐慌。他说他生病的时候看远方的东西，一个会变成3个，你会感觉到那个死亡的恐惧在他里面非常的强烈。哪会伫咧即个时阵，迄路又搁压起来啊？哎，对啊，哪会安尼啦？哎呀，是，现在还好啦。对啊。家属请离开治疗，要整理病床。你叫啥物名？我叫江玉九。你嘛细针哦。这个病床的迄个西生吼，拄仔因为气落死伫咧手术台呢。伊嘛细针呢。你敢若叫你一回尔哦。甲你讲过啊吼。后来他到了疗养院去慢慢去疗养，然后在家人在他3哥3嫂细心的照顾之下，花了3年的时间才慢慢康复，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当初跟他一起进校门的同学可能都已经毕业离校了。他完成学业之后，当完兵马上考进彰化银行。很显然，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他变得更积极务实，而且乐于帮助别人。他一边工作之余，一边不放弃自我进修。那时候有个同事小他几岁，学历也比他低一些。当时，张先生在银行柜台办理甲种存款的业务，那我呢是办
以一种存折的业务。两个人坐在隔壁，如同兄弟。当时银行的制度有规定，晚上呢，男职员呢必须有2个人留在银行里面看守，在银行做值班的工作。这样1年多的时间，我们2个人可以说生活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小生，有问题，食便当啊？哦，刚阮啊，我等下再吃。哎，顶下有讲啥物袂晓，课本摕我甲你教。对啊，刚刚卡住了。啥物件？形容词 adjective 哦 ，adjz 就是形容词，啊 adv 是副词。哦。哎，你是不是这有捌？哦，所以是不一样的。嘿，无共，嘿无共，你看一下。爱知吼 ，beautiful 是 adv， 嘿对。哦，佫足济哦，你爱记起来哦。他们每天吃完晚饭的时候，我岳父就会敦促这位小老弟不要放弃学习的机会。张先生非常有纪律的，7点钟开始，一定就拿起书本来念英文，或是其他有关金融经济的书籍。我在旁边耳闻目染，同时受到他的鼓励，一样的就拿起书来念。在这段时间，他就如同我的家庭老师一样，一一跟我解释。这位同事后来在职的时候就考上了师大英语系夜间部，也做了美国银行的经理，国内2家银行的董事长。那他每次回想起来，当年就是我岳父非常乐意的帮助他、鼓励他。从一个应该是被病魔击倒，很可能会意志消沉、放弃的人，变成一个积极务实，又能够鼓励人、帮助人。我想，上帝利用他这个病痛，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他的思想、心思意念都改变了。开始喽，开始喽，已经开始了吧？这样的，各位报告啊，我是一个普通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呐，一定要讲套路的人呐。比如说，我是经验久了，把今天很愿意啊，把这个经验分享给你们了。后来呢，因为同样是彰化的同乡啊，那吴火狮先生想要成立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就主动邀请了吴焕堂经理去担任第1任的总经理，协助他成立星光人寿保险公司。那吴焕堂经理当初是打算带着2位彰化银行的乡里和我岳父4个人一起去，没想到去之前呢，2个乡里打了退堂鼓。他们可能想说，银行界是个金饭碗嘛，那一个新公司，会不会成功还不晓得。所以最后我岳父为了挺自己的岳父，他就跟着一起去了。这个到这个月线，这个就到顶了，就卖掉；到年线要买，到年线买还有一点道理的。季线，这是生命线，这个破了就完蛋。你那在破月线再给你印，我是假突破。这个不是啊，这是假突破。对，什么都有，什么公司都有。倾听、了解他的经济情况，财政、汇率、美金的趋势、台币的趋势，这很重要。
在星光人寿服务期间呢，他被公司选为那个重点栽培的员工，派他去日本学习金融保险的业务。那他在这段期间呢，他知道台湾是跟随着日本的脚步，经济发展的模式是雷同的。他知道未来金融保险业务，甚至金融行业是台湾的一个明星产业。那陆陆续续去日本考察的经验呢，让他学到很多东西，也买了一本书关于航运业的。那个本书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说，航运业是赚1年吃10年，让他知道原来这个行业是跟景气循环有很大的关系。那因为航运业是高杠杆的一个行业，投资一条船是数千万上亿的金额，如果在景气高峰去投资的话，那刚好船盖好了建好了，景气往下走，那一家公司是很难承担起这个利息的一个支出所以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呢对于他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明台轮船公司工作的时候呢，在80年代，那因为2次石油危机，那个时候全世界经济是一片愁云惨雾，发生了停滞性的通货膨胀。他那时候已经升任明台轮船公司的总经理，那他必须面对这个停滞性的通膨，他必须要凭借自己的金融人脉和金融知识，让公司挺过来。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公司倒闭，特别是船务公司。圣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的岳父从小就是个谦卑又聪明的小孩。他跟我们说，他之所以那么谦卑，是因为他从小就身体瘦弱，如果与人发生冲突的话，他会打不赢人家，所以就养成了谦卑的好习惯。他在中学碰到罗光华同学，这位银行董事长的儿子，让他选择了经济系。因为大学的一场肺结核让他倒下，使他没办法顺利的出国留学，以至于他当完兵回来之后，留在国内工作，银行界工作，认识了他未来的另一半，是来自于基督教家庭，他的岳父更是金融界的行家，所以他一路上从工作经验，从自己的岳父学到了很多的金融知识。他在银行保险公司的历练，使他后来进入明台轮船公司的时候，当公司碰到重大经济事件，遇到公司营运的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发挥所长，甚至他的投资理财的成就，完全是一生经济知识的累积。这看似生命中一连串的巧合，其实就像上帝精心绘制的藏宝图。他当初是在彰化银行城内分行工作，有一天呢，要开业务会议，那城中分行的经理吴焕堂经理就坐着3轮车来开会，那他就看到吴经理3轮车旁边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小姐，他就惊为天人。那他问旁边的人说：“那位小姐是谁？”那人家跟他说：“那是吴经理的女儿。”吴焕堂经理是城中分行的经理，在银行界颇有威望，脾气非常刚烈，
你最好不要去惹他。那我岳父就说，他的屁股很难摸，我偏要去摸摸看。所以他就为了能够再次看到这位他朝思暮想、惊为天人的女孩子，他就借故去讨教业务，登门拜访，有点像自我介绍一样。结果没想到两个人非常投机，一拍即合。吴经理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可造之材，他甚至跟朋友说，用台语说，他就是无萝卜处，就是虽然没有什么产业，可是他是前途无量的人。于是吴经理很乐意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你怎？你来银行上班偌久？有1阵啊哦。1阵嘛吼。我看伊各方面的表现吼，考绩拢袂歹。你平常时拢咧创啥物？平常时除了银行的工课，佮有专业以外，我会去学英语。这时代咧进步，咱人就要过进步，对吧？啊有实力吼，甲人竞争，要请拼，啊毋则有底，对吧？我知。来饮茶啊。英英啊，你徛伫遐创啊？阿爸，我要出门啦。嘿，看到人也免拍者招呼者。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以前我就注意到，爸爸从来没有这样，他会在每一餐饭吃完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手扶着桌缘哈，然后站起来，然后对着妈妈就一个90度的大鞠躬，然后就是说啊，A讲，我感谢你哈，这一生蒙受你的照顾非常的多，谢谢你。当时我还开玩笑跟我爸爸说，哇，你真是越老越夸张了。但是后来我回想起来，其实爸爸应该早就知道他其实自己的状态，他只是随时抓住时间向妈妈在表达他的感恩。哦。出生的时候，我的公公跟我的爸爸都来到医院，然后我没有想到我的公公居然开口就跟我的爸爸说啊，亲家啊，恭喜你啊，这个小慧生这个儿子哈，那我这个孩子呢连名带姓就由您来决定，爸爸就很开心，但是爸爸也很尊重先生的感受，所以当他傍晚回到家，就会跟我先生说啊 ，Tim 啊，这个毕竟还是你的儿子哈。那虽然你的父亲是这么说，但是这个我还是希望能够你要考虑清楚这样。那我先生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当下就回答我的父亲说，既然我爸爸都这么说了，我没有意见。好，所以呢，爸爸就在我孩子满月的时候就催促我赶快去帮他办入籍，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老二就不是姓文，乃是跟我娘家的姓詹。好，那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在1996年12月
那个时候，儿子要从母姓，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哈。所以当我去到中山区公所要办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小姐居然问我说：“你爸爸几岁结婚？”我说：“30啊。”她说：“那你要去把你爸爸31岁以前住过的每一个城市的那个区公所的资料要去调出来。”我说：“调什么？”她说：“要证明你的父亲从当兵退伍之后到他婚姻当中没有一个儿子才行。”哇！结果我就跑了三重，跑了板桥，凡是我爸爸上到台北来之后待过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跑了一圈。回到中山区公所的时候，那小姐看着我手上所有的资料，居然半开玩笑跟我说：“哇塞，你爸爸非常干净哈！通常我们这么一追，没有一个也有半个。”好，所以当我傍晚回到家的时候，我爸爸说：“怎么办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搞了这么多钟头啊？”那我就跟爸爸把整个过程叙述了一遍以后，他居然哈哈大笑，然后就跟我讲：“小慧，你记得有一天我如果离开这个世上，你记得要请你妈妈给我立一个贞节牌坊，表示我这一生只忠于她一个女人。” My name is Caleb Wen, but I carry the last name Jan in my Chinese name. I'm the only sibling in my family that has the last name Jan. And ever since I grew up, my grandfather and my grandmother was my biggest reason and biggest motivation for performing well and doing well. A couple years ago, I was at a crossroads in my life where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s doing in my academic life, and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really want in my personal life, because I faced a really big obstacle that made me question the very core of my motivation and the very purpose of my own reason for existing. And then one day I woke up and I just sort of realized I keep thinking about my Agong and Ama. Those memories sort of broke through the crack and seeped into my memory. I started remembering when I practiced my instruments, my grandmother was always right there clapping for me. Even though I didn't play it perfectly, she still clapped for me. And I also remember my grandfather, who had nothing but positive things to say to me all the time. And I used to think that he had such high expectations for me. But still, every time he interacted with me, I felt so much encouragement. I felt like I could do anything in the world. I didn't really realize until these past couple of months that I was able to get out of that hopelessness because of my grandfather's love for me. He showed me a kind of love that wasn't really obvious to the eye. He showed a sort of consistent, unconditional love to me that kept me going even when I had nothing in life to live for. He showed me a love that made me want to find something I'm passionate about. Even when I doubted myself in those moments, but he believed in me, like he was willing to invest all of his money in me
because as an investor, he's a more traditional investor. He never really likes to gamble, but it seemed like he was willing to risk it all just for my success. And every single interaction I've had with him, he praised me and had hopes for me like I was his best investment. I can't remember a single day where he had doubts in me, in my ability. I thought it was just because I'm his grandson. But over time, I start to realize an extraordinary man like him who's accomplished so much. I don't think this is a bluff. I think he actually felt like he can believe in me. Over time, that this is his way of showing how much he loved me and how much he believed in me. And this is what I call an unconditional love from my grandfather. 他入院治疗之前，曾经3番2次对我说：“我所要留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给你们的。”他讲了很多次，有时候坐在椅子上，很正式的跟我们讲；有时候站起来回房间之前，他也说。从他的语气，你似乎觉得他很感慨，他要我们认真的思考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他的语气是带着急迫性和重要性的，他要我们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也象征性的送给我一只橡胶做的手表，似乎象征着这是一个传承的动作。要接受这个传承的开始，就是要思考上帝在他身上成就了什么。要完成这个传承，我们也要思考上帝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我相信你活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也相信你的人生也活在我的后代，一直传承下去。把骨灰变成钻石，我觉得这正是我要的，好像让我可以一直是感受到父亲在我身边。自从开始戴上这个灰的钻石的项链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父亲重新又回到我的身边，同时也因为他在我身上，所以我常常好像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更容易提醒我自己，如果今天是父亲在，他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好像也像圣经里面说，我儿，你要把父亲的训责戴在你的颈项上，系在你的手腕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他时刻提醒我，不但提醒我，父亲的教导和训示，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提醒我，父亲对我的爱，还有对我的期待。因此，我想，我只有更多的依靠上帝，因为过去上帝是怎么样带领我的父亲，我相信他如今也照样这样带领我。我非常感谢上帝，因为他赐给我75岁的这个岁月。刚才
我的女婿天天也讲，我实在是年纪小的时候也是很命苦的，身体也很不好，一路走来实在是坎坷。但是感谢上帝跟我同在，保护我、保守我，一直到今天。特别是年纪越大，让我越感觉到上帝的爱真的在我身上，也在我的一家当中。但是我希望我求主也祝福，将这个爱分享在我们每一位家庭、每一位弟兄当中。感谢上帝，谢谢。The Bible says that it is harder for a rich man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than for a camel to enter the eye of a needle. And for some, this may be true, that when we're given more, we think of God less, and we're not concerned of Him anymore. But for you, that was always the opposite. The more God blessed you, the more you thought of God, the more God gave you, the more He became the center of your entire being, of your life, and the reason and the way that you live. What a simple man he was. You've alway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me. 詹大哥是一个真的是完全不藏私，虽然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是一个财经大师。他对股票市场行情了若指掌。然后每次呢，讲到股票，讲到市场，他总是巨细靡遗的分析，然后津津乐道的跟我们分享。先生，我这一生呢，能够遇到你，是我的荣幸。真聪明又够有智慧的福气人，风度翩翩，待人和蔼可亲的长者，待人处事周到，忠厚善良，乐于助人。您是我们的榜样，爱家、爱教会，真是做我们的表率。伊是一个真守信用的人。咱大少年的一位长辈啊，伊个笑容哦，我永远都怀念伊在家。慈祥的，非常慈祥的一个长辈。咱都倚靠咱的上帝耶和华，这句话你常常在甲我提醒。非常的想念你。我真感谢你一世人对我的疼痛甲照顾。阮是足勇敢的啦，伊一生哦，伊是足照顾阮的。真感恩。我很感恩，我这一生有这个叔叔。智、仁、勇，对兄弟是都很好。当下的苦孩子能到这样子，我们真正的就是我们的榜样。对的人他说对的话，对错的人他说他这一点错你要改。非常有内涵，而且又谦卑的人。谦卑、温和、安静，我觉得是我们生命蜕变的养分。谢谢。很亲切，而且真疼惜人，真的很疼惜，真足疼惜人。你永远做疼惜我。嘛尊重我是一个牧师，你遐尼重要、遐尼悬的一个长辈，你拢大概拄着我的时阵，你拢亲切叫我牧师啊，有好无？身体要照顾好，来安尼甲我鼓励。爸爸，谢谢你。在去年8月25号那一天的傍晚，大概6点多7点，突然我的牧师打电话来，非常急迫的询问我，他告诉我他要来看爸爸。其实我知道牧师非常的忙碌，我还跟牧师说，牧师你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不用来了，而且现在医院可能也不太允许让人探访，但是牧师居然还是请我询问医院是否可以让他来，只要医院许可，他一定来。那就在那一天的晚上10点，牧师来了。我想是神差派他的仆人来，但是当天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上帝在我父亲身上的日子到了。
与他同在，你与他同在，你与他同在，是平平安安的接着他的灵魂往你那里去，正如你在十字架上说：“父，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我们把爸爸的灵魂交托给你，带领他平安，熄了他地上的劳苦。开始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异象。那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经历，所以我以为奇怪，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在想象什么呢？当我甩甩头，眨几下眼睛，可是那印象还是那么清楚，就在我眼前。那是一个，好像我看到远方，跟我隔着一个很深很宽广的山沟，有一个人就在山的另外一边，一边跳一边这样子对着我挥手。我当时定睛一看，那是我爸爸20-30岁的时候的样子。小慧，你不要难过，不要哭了。那个跳来跳去的人，好像看到我的眼睛已经注意到他是谁了，他就突然停下来了。你看，我现在很快乐哦。我可以这样跳，也可以那样跳，不用再害怕摔断骨头，不需要拐杖，不需要轮椅。我在这里很自由，很快乐哦。如果你在那边比较快乐，我就不勉强你回来。但是你不要忘记继续做妈妈的 Santa Claus 哦。